如果您正在为家族的海外配置找一个被低估，又能同时解决身份与资产两件事的市场，土耳其真的值得认真研究一下。今天我们就把中国家办最该弄清楚的问题讲透。一位称职的土耳其家族办公室投资顾问到底做什么？怎么帮您把策略、信条和落地连成一条线？先说为什么是土耳其。它横跨欧亚，是连接欧盟、中东与中亚的贸易与制造枢纽，本币长期波动，反而让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对外来资本更有相对吸引力。对中国家办来说，单纯的财务回报很少是唯一目标，更常见的是资产分散、身份冗余、下一代教育三件事一起解决，而土耳其恰好能同时触及这3点。正因为牵涉的维度多，才需要一位真正跨境的顾问统筹，而不是分别去对接中介、律师和银行，自己在中间反复翻译。那这位顾问具体做什么？核心是把家族目标翻译成可执行的方案，并对结果负责，通常包含5块：市场研究、项目筛选、尽职调查、架构税务设计，以及落地与持续报告。其中最容易被中介绕过的就是独立尽职调查。我们不收开发商佣金，立场独立，会对标的的产权、税务、债务和卖方背景做独立核查。家办在土耳其的配置通常不是单点压注，而是按目标分层。我们来看几条主线。本文写作时，投资入籍的主流方式是合规购置约40万美元的房产，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一并申请。房产需满足土地登记局，也就是 TAPU 和官方估值系统的合规要求。要特别注意，这类房产本文写作时需持有满3年才能出售，提前卖可能影响国籍资格。门槛和年限都是当前规定，近年多次调整，实际操作前请与顾问确认最新标准。不想持有房产的家办，本文写作时也可以选择约50万美元的合规存款或基金路径来获取身份。追求产业协同的，则可能直接进入运营型企业的收购或合资。接下来是很多人关心的身份延伸。土耳其护照让家族成员有资格以土耳其国籍申请美国E2投资签证。但要说清楚， E2不是护照的自动附赠，申请人仍要在美国进行真实、非边缘性的投资，并实际参与经营，由美国领事官材料审批，没有机构能保证审批结果。把土耳其入籍当作E2的前置条件之一是准确的，说成拿护照就能去美国就是误导。对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第2身份还关系到华侨生联考的规划，但前提是子女真实具备规定的外国国籍或境外居住资格，父母也要满足相应的境外居住年限。而且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这在子女学籍、社保与继承上都有实际影响。我们的建议是，越早规划，未来可选项越多，但任何规划都必须建立在真实满足条件的基础上，绝非捷径。说到这里，要提一个家办最常踩的坑，把投资和身份分开来做。土耳其的价值恰恰在于2者可以一体设计，结构应该在投资前就规划好，而不是事后补救。另一个常被中介轻描淡写的环节是资金怎么合规的从中国进入土耳其。中国实行外汇管理，土耳其一侧有资金来源与反洗钱审查，两端的要求要在投资决策阶段就一并设计。这里必须强调，我们不提供任何规避监管的安排，也不建议家办这样做。我们能做的是在合规框架内，帮您把持有主体、入境形式和退出路径提前设计好，减少资金到位环节的不确定性。落地流程通常分4步，第1步诊断与策略，厘清目标、期限和风险偏好；第2步尽调与选标；第3步执行办理，包括开户、过户、公司设立和入籍申请；第4步持续管理，覆盖合规、报税、续期与退出。整个流程因路径和个案而异，通常以数月计而非数周，
还受官方审批进度影响。我们会在项目启动时给出基于当前情况的时间预估，并按里程碑用中文书面更新进度。如果您正在为家族规划土耳其方向的配置，关注我，少走弯路。主页有更多关于投资入籍、尽职调查和资金合规的内容，可以慢慢了解。我们是一支总部在伊斯坦布尔、全中文团队，端到端陪同的跨境顾问团队，关键节点都用中文书面汇报，帮您把策略、进条和落地连成一条线。